北约 MiG-29 飞行员正通过大量飞行 F-35加强防空，这无疑透露出一个非常紧迫的信号，意向俄罗斯发出强烈信息。大家好，我是火力军，今天为大家分析一下俄乌开战对于北约产生的最大影响，以及 F-35为何能获得这么多国家支持。精彩内容即将开始。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购买洛马公司的 F-35来装备本国空军，尤其是欧洲国家。F-35战斗机的到来，意味着这些国家的飞行员必须学习驾驶更为先进的5代隐身战斗机。然而，对于一些飞行员来说，尤其是此前一直驾驶前苏联战机的飞行员， F-35可能并没有那么容易上手。目前北约成员国中，只有保加利亚、波兰以及斯洛伐克仍在使用苏联时期的战机，其中波兰最多，拥有23架 MiG-29与2架苏22，其余战斗编队则是由36架 F-16组成。在2019年，波兰与美国签约购买32架 F-35A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，估计成本为65亿美元。然而，未来将 F-35A 整合到如今的飞行编队，目前仍具有一定的困难。对于各国战后研发或者装备的各型号主力战斗机，基本都会在单座型基础上发展出双座型。这类双座型战斗机最初之用便是用来培养飞行员，在各国空军以及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培训体系内，飞行学员完成在航空学校的初级以及中级教练机科目训练后，进入战斗机部队，还要继续完成最后的战斗训练，才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战斗机飞行员。但到了5代机，无论是世界上第一个研发并装备5代机的美国，还是世界上第2个实现5代机首飞的俄罗斯，都没有研发出双座型5代机。事实上，5代战机飞行员基本都是从4代机转飞而来，因为这批飞行员飞行小时数较长，经验丰富。即便如此，但也需要配合飞行模拟器才能真正的转飞。目前北约所用的米格29战机已经逐渐进入退役状态。若让这批米格29飞行员以 F-16战机为跳台，然后再过渡到 F-35，或许更容易一些。此前就有消息称，波兰想将本国装备的米格29通过美国转交给乌克兰。波兰还呼吁其他拥有米格29战斗机的北约东侧盟国及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采取类似措施。苏联战斗机本来就谈不上经久耐用，除非保养得特别好的，30年后已经是勉强在飞了。目前来说，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开始选择洛马公司的 F-35来装备本国空军，大约已有730架 F-35在10个国家或地区的14个军事部门服役，还有5个国家或地区正在等待交付。尤其是在俄乌战争爆发后， F-35战斗机更是成为抢手货，这对于年产156架的洛马公司来说，似乎成为甜蜜的烦恼。这次冲突虽然只涉及俄乌2个国家，但依旧让众多国家感到恐慌，各国也是纷纷增加国防预算。从大肆购买先进装备的举动中就能看出，此时对于国防领域的危机意识已经空前高涨，甚至欧洲部分国家已经在为国家未来或者面临战火做准备。最明显的便是国防预算的大幅增加，美国创下历史新高的8133亿美元，德国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开始，每年将达到 GDP 的2%，瑞典、芬兰、挪威、加拿大等也准备上调国防预算。以前北约各国迟迟不愿意落实防务开支占 GDP 2%的要求，甚至还不断压缩，这次一下都纷纷表示要尽快增加到2%了。然后就是芬兰与瑞典欲加入北约，这2国国内舆论已经完全逆转，支持加入者大幅增加。北约也表示，只要这2国提出申请，在24小时内便可以得到批准。再就是大量购入战机与主战坦克等装备，其中加拿大最为积极，此前甚至要取消购买 F-35，但现在一次性就要购买88架。德国此前也是一直不愿意购买 F-35，但这次也提出购买35架，甚至要求能够携带核弹。再加上其他国家订购的，洛马公司这下开足马力生产，也不一定能满足要求了，除非另开生产线。为什么都想要购入 F-35呢？这是因为 F-35在实战中表现优异，最先是在2017红旗军演中，第一阶段取得了15:1的交换比，第2阶段更是达到了40:0。这意味着在对抗中 F-35甚至可以1架都不损失就完成任务。然后就是以色列对叙利亚的空袭中， F-35多次成功躲过叙利亚俄罗斯防空网，深入叙利亚腹地，对叙利亚和伊朗军事目标进行打击。
2018年5月22日，以军 F-35空袭叙利亚境内的伊朗部队，叙防空部队发射了100多枚防空导弹，无一命中。2020年，以军 F-35袭击叙利亚空军基地，摧毁大量基础设施，命中6架米格29战机，令叙利亚空军损失惨重。截至今年3月 ，F-35已在美国及盟国等9个国家装备约770架，订单合约5656架。再加上俄乌战争以来各国即将新增的超过6000架，可能已成定局。而最近，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称，北约部分成员国正计划购买更多的 F-35战斗机。此前，美国空军就已经完成 B6112型核弹与 F-35A 战斗机的兼容性飞行测试。未来携带核弹的 F-35战斗机或将成为北约主要核打击载具之一。北约核政策局局长考克斯近日表示，北约计划在欧洲部署更多可携带核弹的 F-35战机。据知名智库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估计，目前北约国家德国、比利时、荷兰、意大利和土耳其共存有100多枚美方部署的核弹。然而，用于携带核弹的 F-16和德国战机正在老化，因此北约成员国倾向采购 F-35战机替代现有战机携带核弹。考克斯表示，北约期望部署更多的 F-35，并将其纳入北约的规划和演习。到21世纪20年代末，大多数北约成员国都将拥有 F-35。F-35战机拥有更强的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突防能力，能够提高北约的作战能力。此前，德国便出于支持北约核共享政策的考虑，计划购买35架 F-35战斗机。近期表示了加入北约意愿的芬兰，也宣布购买约60架该型战斗机。已购买该型战斗机的波兰、丹麦、挪威等国，则还要购买更多 F-35战斗机，以支持北约核共享政策。更多批次 F-35战斗机的列装，将使北约成员国强化联合作战能力和战术核打击能力。一旦爆发战争，北约将在战役行动上占据优势。F-35是一种多用途隐形飞机，旨在执行空中优势和打击任务。这款战机它配备了强大的电子战和情报、监视和侦察套件，这些能力使 F-35能够收集实时战场信息，并将信息分发给盟友，使得 F-35赢得了空中4分卫的称呼。F-35战机能够帮助部队夺取制空权，若是参与到俄乌战场，那么俄罗斯估计很快就会失去制空权了。同时 F-35还可以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，以帮助地面部队。可以说，北约大量装备 F-35，除了受限于北约空军中逐渐老旧的4代机，另外还有着俄乌战争所带来的威胁，只能凭借 F-35来保证北约制空权。毕竟战争有时就是说打就打。你们觉得北约国家大量装备 F-35还有着什么样的原因？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。我是火力军，咱们下期再见。